老实说，白马就算达不到20股这个价位，你做不了第二个20股，那也不妨碍它这个地价再翻5倍、再翻10倍，是吧？它开价2400万日币，对我来讲是特别有吸引力的。我去找了当地的一个建筑公司，让他给我做 reform 的一个报价，结果米斯莫利出来2.8个亿。白马投资到底是谁的机会？哪些是机会？哪些又是大坑？请先看完这期节目，然后再交由您自己判断。大家好，我是在白马做度假别墅的老杨，这里是老杨与雪。这些年，白马这投资越来越热，经常有人来问我，老杨，白马投资真的有赚头吗？我现在进场还来得及吗？今天这期节目，我就想用这10多分钟，一口气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应该把白马和20股做比较。10年之前，我第一次到20股，那个时候就有不少的这个高端别墅和hotel， 还有这个餐饮。我觉得和那个时候比呢，白马呢，差不多就是10年之前的20股。白马有10个雪场，现在为止唯一他做过开发的、做过缆车升级的，只有一个叫盐月雪场。八方的话要在2027年的11月份才做完缆车升级，所以我觉得白马的开发是一个以10年为周期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开发。现在来看的话，还只是初期阶段。其实白马是20股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澳洲人说的，不是我说的。20股它的出名是在于它的雪质，然后白马呢，其实它的出名是在于它有10个雪场，它的可滑面积非常大。比如说八方是奥运会雪场，所以它的 Mogul 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从20股的客人陆陆续续的到白马来滑雪。前2天刚有一篇报道嘛，他是把全世界的滑雪场这个地价全都列出来，20股的地价是全世界排名第28位，它的地价大概是11000欧元吧。排名第一的是美国的阿斯本，阿斯本是35000欧元一个平方。白马是 Kenai 就是不在排名里边。对，如果从这个国际市场去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它的增值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只买一个地皮，等它地皮增长，这是最简单的。第二个就是买一个自住型的物业，你包括别墅也好，condominium 就是滑雪公寓，还有这个商业设施也好。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是看你是怎样运营。因为我做了很多物业嘛，包括别墅也好，包括 condominium 也好，还有一些比如说餐厅也好，我都做过。但我是觉得现在其实做别墅是最主流，而且投资回报最好的一个项目。打个比方嘛，我们现在有一套这个滑雪公寓，它的位置挺好的，在八方雪场附近。它叫 Grand Phoenix， 我们是3年前接手的吧。那接手之前，它1年的销售额，我有看过他们的数据，是在4700万左右。但我们接手之后呢，通过了2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给它做到接近1个亿，直接翻倍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物业嘛，叫 Bluebird， 4个亿，它3个亿是在房子上面，还有1个亿，其实你买了一块1700多个平方的土地，而且它这个土地到了2027年年底，它的周边是建新的贡多拉，但是这个信息大多数的投资者他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是一直在跟当地的雪场也好，政府也好，经常做交流的嘛，所以这些信息我们手上会有。然后到了现在，他的隔壁的房子拿出来卖，直接翻倍。我们的管理公司投资回报最好的一套房子，它不是老房子，它是新房嘛，新建，它的回报率应该是在20%以上。它除了这个房子以外呢，它在旁边呢又建了一个桑拿，还建了一个 barbecue， 同时呢，冬天它是4 LDK plus 一个榻榻米 room， 人多的时候可以变成一个卧室，所以它其实这个房子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14个人，基本上是第3年开始，它的回报率就能在20%以上。
首先我肯定先问他的这个投资的逻辑嘛，比如说你是不是想赚快钱，你是不是想快进快出？但我觉得如果你要快进快出的话，你在白马做雪场投资，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它可能不像在东京和大阪的物业啊，能够很快的找到买家。如果你做别墅投资的话，我觉得至少是5年。比如说第1年至少给他把他这个名气打出来，到第2年、第3年，通过我们的运营建立良好的口碑，慢慢的，它的回报会提升起来。如果到第4、第5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收益最好的一个阶段了。另外就是说，如果到第4、第5年的话，这个房子还算是一个次新房，到这个时候你考虑出售，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老屋改造呢，其实我在疫情的时候我是有这个机会的。那个时候是一个 hotel， 30多个房间，1000多个平方的这个建筑面积，然后离雪场也不远，挺近的。它开价2400万日币，对我来讲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这个找了当地的一个建筑公司，让他给我做 reform 的一个报价，结果米斯莫利出来2.8个亿，所以我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另外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比我买的还早，也是一个很大的 hotel， 他原本是计划投一点钱，用1年时间去翻新，结果现在已经第2年了，还没翻新完毕。白马这边又跟大阪、东京不同，这边是好雪地带，它有很多东西要改，比如说屋顶漏水啊，比如说那些老的地基，我有去看过哈，那些老地基，你不能想象，那个根本就是用几根木头给它搭着撑着，下面没有任何东西，万一这个木头烂了，这个地基就不牢固了呀。我觉得就算改造成功，他应该也投了不少钱，可能是超过他的预期，对，性价比不高。其实，白马是好雪地带，至少就是房屋顶上它要积雪在2.5米以上的情况，这个房屋的结构不会造成损伤，以这个标准去设计房子的。我是今年1月份亲身体验过，那个时候呢，我是开了一辆车啊，我去妙高那边去滑雪，那边雪很大，路标就有一堆雪，是我貌似2米以上一堆雪，我这么开过去，它正好从路标上面摔下来，我那个阿尔法的玻璃和顶上的那个 roof 啊，全部砸坏了，因为那个雪时间一长就变成冰了，你要想象是2.5米厚的冰落下来的情况。还好我那个时候开车开得慢，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不在雪国的话是没法想象的，所以它建筑成本高是有它的原因的。做雪国这个投资啊，做运营啊，它需要有一个很壮大的一个现场团队，因为有太多的这个不可预测的事情要发生。今年其实还好，2年前那年雪特别大，我们每天晚上都要除雪啊，这个设备管理啊、维护啊、维修啊、紧急对应啊，都要对应到2点左右，然后3点、4点他们开始除雪，因为他可能一天除1次不够，因为4点除完之后，可能到7点又要除雪，到12点又要除雪，所以这个是24小时对应的一个状态。我们别墅运营的团队应该是在70、80个人左右，对，其中40个是震慑员。我是觉得实地考察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对当地环境政策不懂的话呢，你最好是稍花点小钱去找一个顾问公司啊，给你做一些调查。我觉得会花小钱办大事嘛。米索拉诺、埃克朗的、瓦达诺、哈博、米兹河这几个地块去找地的话，现在价格其实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还是有升值空间。这几个地块之外的一些地的话，其实现在涨得也非常厉害，他们要价要得非常高。但我觉得这个地块是有点风险的。我是觉得哈，就一开始如果来白马投资的话，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应该是先买一块大一点的地，然后这个地的旁边呢有一套别墅，对，然后别墅如果我们给人运营好了之后呢，它其实不光是对别墅是有增值的，它对周边的地价也是有溢出效应的嘛。这个我是先建了2套别墅，出了名之后，那周边地价就涨了。我是觉得希望那些快进快出的，希望比如说我这个钱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它是需要有急用的这些人，我觉得这个就不太适合在白马做投资。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这里是老杨与雪。未来的节目里，我会继续带您走进白马在地人才知道的风景与生活，
也聊聊雪山下真实发生的生意和投资机会。想看游客看不到的白马，记得订阅。有什么想问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老杨，我们下期见。